给我瞄准了他！咱们因为双手的箍颈，去你丫的 ！KO。相信挨过揍的各位观众们才知道邱建良这一脚的威力到底有多么恐怖。就算百胜泰拳王的金刚肋骨都撑不过3秒钟，并且邱建良针对老外们的失眠疑难杂症特别有办法，脑袋上只要轻轻挨这一脚，失眠多年的老外们必定能够安然入睡，还要感谢邱建良的不杀之恩。邱建良从出道以来，不管是世界拳王还是各个国家的精兵强将，邱建良都敢与其抗争到底，并且打出过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 KO 名场面。并且邱建良是职业选手中少有的智慧型选手，超快的移动速度和灵活的拳商造就了中华绝无仅有的坦克邱建良。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带来邱建良职业生涯最精彩的2场比赛，正是这2场比赛让邱建良成功坐稳了羽量级世界第1王座，首当其冲的正是泰国国宝级泰拳王肯姆。也许他的职业战绩并不如其他百胜泰拳王耀眼，但是他的职业成就与荣誉足以堪称泰国前5，就连泰拳王子波球都要比他稍微逊色一些，并且肯姆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羽量级拳坛拿下了第3名的好成绩。由于世界第2的伊利亚斯因伤退赛，肯姆决定越级向邱建良发起挑战。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邱建良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黑色拳套就是泰拳王肯姆。肯姆一上来就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连续施展凶狠的腿法招呼给邱建良。当然邱建良选择了稳扎稳打的游走战术，不出手也好，一旦出手必定要精准打击。肯姆也被邱建良这种虚虚实实相结合的战术打法给打得摸不清头脑。来的稍微比往年晚了一些啊。是。那么本场比赛呢，邱建良目前像我们这个万明阳的 CEO，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郭振东先生所说的是2个排行，一个 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建良是世界第3，那 Liver Kick 给到了第2。其实这个都不重要，邱建良马上要挑战目前的公认第1康菲尔泰斯。这个听起来还是我们在17年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是的，邱建良是一个很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选手，擅长切线性的进攻，也就是从他的角度画。邱建良是目前中国现役的羽量级世界第1，自身强悍的实力可不是普通选手能够抗衡的。肯姆面对邱建良，心里都得莫名发怵，不知道如何应对。好在邱建良首回合并未使出全力，只是做出一些试探动作来干扰肯姆的进攻视线，否则根据邱建良的实力，一旦发力，不用1回合就能 KO 结束比赛。一直都是这种朴实无华的这种技巧，但是非常的有效率。他曾经赢过花招拳王单猜 ，PKO 过萧沙狂，而且2胜过巴迪奥平卡，还胜到在我们的荣耀比赛中呢胜了小虎，还赢过这个胡亚飞啊等等。那么邱建良呢也是用了4年的时间，是把自己的水平提升到一个世界高度。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2位来说呢，都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尤其对于他们来说，先不谈肯姆这家伙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单单是这恐怖的压制力，就让邱建良有点喘不过气。随即，邱建良赶紧拉开安全距离进行试探，时不时的出拳出腿，只为短暂的将对手逼退。不过，肯姆明显就是奔着 KO 而参加的这场比赛。既然如此，邱建良也不再忍受，一记精准式大力沉的神龙摆尾，精准踹在肯姆肋骨上。就这样，肯姆就开始躺在地上，短暂昏死了过去。漂亮，护卫脚，我们看这场比赛应该没有办法站起来了。恭喜邱建良转身的后摆。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邱建良成功拿下了第1场比赛的最终胜利。这场比赛，邱建良无异于警示了其他外国高手，如果没有极为抗揍的身体，千万不要来中国送死，否则最后只会沦落为肯姆的这般悲惨下场。邱建良的第2位对手就是法国的肯姆罗宾，这个家伙可算的是擂台上的格斗机器。毕竟肯姆罗宾攻势凶猛，出招很多，有许多职业选手都是因为耐力较差而被肯姆罗宾 KO 送回了老家。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去看比赛。第1回合开始，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黑色拳套就是法国选手肯姆罗宾。果然，肯姆罗宾的这家伙的实力的确要比其他选手更为强悍，脚下的移动速度根本不会比邱建良慢上多少。并且大家都知道邱建良是中国羽量级第1高手，外国选手们都想 KO 邱建良来当做自己炫耀的资本，故此肯姆罗宾这家伙毫无例外的比赛一开场就火力全开的压制邱建良，力图达到 KO 终结的目的，赢下胜利。对此训练，这是也体现出来一个武的精神吧。
是，哎，在这个邱建良呢，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大同小异，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整个格斗啊，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对，目前这个阶段呢、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还是这个德国的选手在压制着这个邱建良。因为在这个擂台上呢，我们看邱建良一直在绕着这个绳圈在移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战术，他会左移右移啊，找机会。相对从这个维度来看呢，邱建良虽然拥有世界第一拳王的心态，但是面对外国高手的指名挑战，心里还会不由得担心起来。毕竟挑战自己的不是世界第3，就是世界第5，哪个都不是无名之辈。当然，这也会让台下支持者们担心起邱建良危险处境。为此，邱建良只能加强自身攻势，来跟肯姆罗宾抗衡到底，说什么都不会让自己的第一金腰带拱手让人。双方啊，都比高了，高来高去。邱建良现在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前后的直拳接低扫，前后的直拳接高扫直拳，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 前打腹部，再打头部。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这是他泰拳的一种遗迹。但是刚才的那一套组合呢，又是自由搏击风格非常的明显。然后罗宾也盯到了最后一下的低扫。罗宾刚刚有用膝盖啊，就顶这个邱建良。慢慢适应比赛节奏的邱建良开始对肯姆罗宾展开猛攻。只要逮住机会，邱建良便会施展出快速的出拳出腿来干扰肯姆罗宾。不过，从这微弱的进攻动作来看，短时间内也无法对肯姆罗宾造成重创。此时留给肯姆罗宾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是退让给邱建良继续发挥消耗体力的机会，要么就是自己继续猛攻来给邱建良施压。很明显，肯姆罗宾选择了后者。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面对像罗宾，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稳健。哇，他有一个转身后踹啊！以拳法而言呢，这个邱建良的发力比较集中了，比较漂亮。你们出来，邱建良扑上去，漂亮，连击。邱建良比上一回比赛来到第2回合，邱建良也在此刻由被动防守的一方转变为了主动进攻一方。只要肯姆罗宾出现了防守破绽，都会被邱建良抓住机会争夺比赛点数。肯姆罗宾在此时心里已经开始发现了事态严重性，如果在这回合丢分严重，那接下来的比赛自己将会更加不好对付，说不定会被邱建良拖垮体力 KO 送走。同时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手，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对，等到对手没有战力的时候再来这一招对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击倒你，而且对方依然在蓄着能力，相对来说，对方的体能应该比邱建良要好一些。而且单纯一点，你在空中我轻轻一推，就会飞得很远了啊！哎呦，别啊！这个不要逞强啊，他对这一招不太熟啊。中心的位置不对啊，中锋漂亮啊，这个太漂亮，前后前接后腿的低扫很经典，但是很有用。那我先聊罗宾的膝盖，他也是类似啊，是邱建良的膝盖就顶这个罗宾的一个进弧。所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要一直这样保持在比赛上。又是一个飞膝啊，双飞膝。相信比赛进行到现在，部分观众们已经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肯姆罗宾表面压制性十足，实则不敢发起主动进攻，每次逼近邱建良内围，却只是送上门挨打。当然，这也给邱建良增加了许多进攻的信心。既然肯姆罗布不敢出手，那这就是扩大比赛点数的好机会。精准且刁钻的出拳出腿，已经让肯姆罗宾开始害怕面前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动作啊。邱建良的这个高位扫击很有特点啊，他把那个上身后仰的非常严重，力量啊贯穿不够。这个飞膝啊，其实往前顶了一下。这个罗宾啊，就是有点比较耍宝，近身了之后，但是没有攻击。一方面，罗宾在这个身高臂长上比邱建良高呢，邱建良打进去以后呢，对罗宾就不利了。对他只是把自己送过去啊，给这个邱建良打。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包括鼎英华是自由搏击的这种立体进攻，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真的是力度跟速度都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啊。第二回合，比赛来到第3回合，肯姆罗宾已经彻底沦为邱建良的训练沙袋，主动逼近却迟迟不敢出手，故此邱建良便开始火力全开的招呼给对手。不过小编也敢断定，今天的肯姆罗宾要比泰拳王肯姆强上不少，能跟邱建良坚持打到现在却没有倒下，足以说明这家伙的实力相当不简单。然而邱建良正在展开一连串的组合拳进攻，试图击溃肯姆罗宾的防御。明显没有邱建良大，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一刀在割这个肯姆罗宾的肉一样，小刺刀啊，刺进身体里面啊，不是只有割表皮啊，对，没错，伤到内脏啊。邱建良今天状态调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在中国国内67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级别里呢，我相信邱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那个高峰在冲刺。他过去了，他曾经讲，这个太可惜了，高潮都被这个邱建良躲掉了。邱罗宾呢，目前为止如果还要保证这个限制频率，哎，被抓好，非常漂亮的用动作。小跟哇，邱建良非常的漂亮，这场比赛可没有悬念了。这场我们今天武林风的这个世纪之战，不光有波球和一龙，还有更加出色的其他。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邱建良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